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呀，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神仙转世的命理特征。生活中呢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有些人的气质、行为等与常人有所不同，给人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。从玄学角度来分析，这说明这个人呢可能是神仙转世。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神仙转世呢？具体有哪些特征呢？小酱汁今天就从3个方面为大家讲解。一、神仙转世的面相。一、眼睛如水。眼睛如水一般都是神仙天人转世的特征，正因为这种人并不属于人世间的轮回，因此呢，自然也就少了人世间的浑浊。正因为如此，这种人的眼神才可以很清澈。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人根本不会轮回多次，只是一次罢了。同时呢，这种人也不会待太长的时间，这也是其短命的原因之一。二、鼻梁修长高挺。鼻梁修长高挺也是神仙天人转世的特征，之所以如此，其实是因为这种人呢只是在人世间一次，因此性格这方面呢是很正直很纯良的。而一个普通人一般都转世多次了，这种人的性格里具有很多歪邪之气，所以鼻梁就通常不会正直，而是塌陷歪歪扭扭的。神仙天人转世的鼻梁就不会如此。三、樱桃小嘴。嘴巴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神仙天人转世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嘴唇很厚或者嘴巴很大，那这种人呢都是凡俗之气特别多的，也就是说呀，这种人并非神仙天人转世。而樱桃小嘴的人是神仙天人转世的几率就很大，因为这种人性格冷淡，没有特别热情，没有凡俗之气。四、掌心有痣。掌心有痣的人非常的少见，在很多的民间传说中呢，掌心有痣的人是前世的一种标志，因为前世相爱无法在一起，所以转世来寻找前世相爱的人。这种人大多都是前世人神相连无法结合，所以此生转世为人的。同时，掌心有痣的女性呢，也被誉为天生好命的人。二、神仙转世的胎记位置。一、额头有胎记。神仙如果转世为人，也自当是拥有极其灿烂辉煌的一生，他的胎记自然是在极其显眼的位置，让每个人第一眼就能发现。所以这个位置就是额头，额头的胎记十分明显，就算是有心遮挡，也基本上遮挡不住。不过呀，也无需遮挡，这可是神仙下凡的标志，能够庇护他一生幸福安康。二、手臂有胎记。神仙如果转世为人，他的胎记有可能在手臂上。胎记这种东西还真是不好说，长在什么地方都有。手臂上的胎记自然也是很多，但是他手臂上的胎记明显和他人不一样，那就是形状更加的具体，隐隐约约像一个什么东西，比如说有可能像一块玉佩，或者像一个手环。三、臀部有胎记。神仙如果转世为人，他的胎记也有可能会出现在臀部。臀部作为一个人最为隐私的部位之一，除了医生之外，其他人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所以胎记出现在这里，完全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，也不会让他很自卑，觉得自己特别倒霉。所以啊，臀部的胎记一般他是不会在乎的，反正没人看得到。四、脖子有胎记。神仙如果转世为人，他的胎记也有可能出现在脖颈处，而且一般是靠后的位置，在后面的位置，这块位置非常的好，因为神仙的胎记可不是一般的胎记，可是能够沟通前世的伟力，得到祝福的。所以说呢，脖子上的这块胎记能够时时刻刻的增强他的运势，让他幸福安康的过完这一世。五、头顶有胎记。头顶处的胎记一般很隐蔽，因为会被茂密的头发遮住。这个位置有胎记的人呢也非常的少。头顶百会穴附近是人体气场的一个中枢，这个位置有胎记，往往说明这个人的气场会跟更大的宇宙气场相连接。这样的人往往天赋异禀，极有可能前生是修行有为的神仙。六、前胸有胎记。
前胸这个位置有比较大的痣或者胎记，都是命途不凡的象征。这样的人可能从来就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人不相同，很难找到归属感。不管自己怎么努力，都跟朋友或者家人格格不入。他们很可能聪慧有能力，想象力和创造力很发达，但却与人有天然的隔阂，那很有可能是因为前生是神仙所致。7. 腹部和肚脐周围有胎记。腹部是人的丹田之所在，而神仙或者修行者一般都会修炼丹田之气，而这个位置出现胎气的人便很有可能是前生修行的缘故，但这类人很有可能并不会显露出超凡脱俗的气质，他们注重物欲，渴望成功，往往要到实现今生的成功或者遭遇失败之后才能超脱出来，意识到真正的自我。3. 神仙转世的八字特征。1. 八字带华盖。华盖是皇帝皇冠上的一个装饰，有一些人的八字命理组合中有华盖的出现，也被誉为是前世神仙的转世。命中带华盖的人大多志趣高雅，而且多才多艺，头脑聪慧，但是呢，性格乖僻，不易被人琢磨，但直觉灵敏，第六感非常的敏锐，也被誉为是神仙转世。但是命中带华盖的人大多命不如人。2. 八字偏印多。偏印是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四柱组合中的一个命理星神，偏印象征了文学艺术与特殊技艺，此类人大多有一定的特殊才能，并且因为这些特殊才能得到了一些看起来意想不到的发展机遇。所以说呢，偏印多的人虽然看起来性格孤僻怪异，但却有着非同常人的运气和灵气。上述呢就是神仙天人转世的特征，具备这几种特征，同时还特别体弱多病、人生孤单的人，基本上呀就是神仙天人转世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面相和这个人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分析。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如果遇到了，一定要珍惜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6种不能娶的女人面相，善于伪装，做事不顾后果，一生坎坷。1. 额头中间有痣。额头在相学中称为天庭，掌管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前途运势，而额头正中的部位也称为官禄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事业财运和个性好坏。如果女人的额头正中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属于一颗典型的克夫痣，这种女人一般有很强的智慧和能力，不过性格方面也比较的强势，眼光很高，对于另一半要求也比较高，有着很强的掌控欲，凡事喜欢占据主动，事事都要以自己的意愿为主。长期如此的话，妻强而夫弱，不仅对丈夫的事业起不到什么帮助，还会对丈夫形成压制，导致事业不畅。2. 眉毛断断续续。眉毛在相学中称为情缘宫或兄弟宫，代表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和感情缘分的好坏。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断断续续不连贯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情比较的急躁，对人对事缺乏耐心，动不动就喜欢乱发脾气，做起事来也比较的冲动，完全不顾后果，而且私心极重，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不懂得为他人考虑，说话做事都有着很强的攻击性，容易与身边人产生争执和矛盾，给周围的人带来伤害和困扰，一生命运比较的坎坷。3. 眼尾勾圆。所谓的眼尾勾圆，指的是眼睛尾部的上下眼皮交汇处呈圆弧状，眼睛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内心。这种女人大多心计和城府很深，而且特别的善于伪装，让人猜不透她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即使对自己的丈夫和家人也是如此。表面上看上去非常的谦逊有礼，但实则内心很辣，做事绝情，喜欢在背后耍手段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对待感情也不够专一，谁娶了这种女人的话，注定倒霉。4. 左边肩门有痣。
肩门即是眼睛尾部到发际线之间的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为夫妻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和婚姻。如果女人的肩门处长痣，尤其是左侧肩门位置长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比较感情比较的丰富，也比较的多情，喜欢追求浪漫，注重物质生活，而且意志力淡薄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对婚姻和感情缺乏忠贞，容易用情不专，婚后做出对丈夫和家庭不忠的事情，责任心比较差，对丈夫也不够尊重。如果遇到这种女人，一定要三思。5. 颧骨凸起无肉。颧骨在相学中也称为权力之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望和事业财富运势。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高凸无肉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霸道和强势，做起事来比较的蛮横，不讲道理，而且热衷于金钱和权力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做事可以不择手段，而且自尊心极强，凡事都要与人争论长短，有着很强的好胜心，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，事业心特别的旺盛，但是家庭责任感比较低，对丈夫和子女关心不够，生性还比较的多疑，把持家中的经济大权。与这种女人生活在一起，会让男人特别的心累。6. 人中有痣。人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育力、生命力和财运状况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豪爽大方，做起事来不拘小节，但是生活态度方面也比较的开放，不太懂得注意与其他男性保持距离，生活方面比较随性，在男女关系方面不够检点，婚后也不知道收敛。娶了这种女人的话，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的麻烦，而且这种女人大多体质较弱，子女缘分浅薄，还容易在事业方面拖丈夫的后腿。娶了这种女人的话，一辈子很难翻身。2. 5种不能娶的薄情女面相，刚愎自用，反复无常，娶了后悔一辈子。1. 断眉。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，在相学中也称情缘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势。如果女人眉毛中间出现中断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内心特别的孤冷，行事方面比较绝情，做起事来缺乏人情味，内心的怨气也比较重，极易与人结仇生恨，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比较冷淡，即使是自己的亲戚或比较近点的朋友，也容易做出一些恩断义绝的事情，对自己的丈夫也是如此，一生命运波折很大，娶了这种女人，日子就根本没法过。2. 三角眼睛。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内心，相书中讲，眼如三角，人无信。这种女人大多坏点子比较多，内心不正，而且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阴冷的气质，内心特别的孤僻，很难有人真正的走到他们的内心深处。如果一旦得罪了他们的话，就如被毒蛇盯上一般，一定会伺机进行报复。而且这种女人大多不讲信用，还特别的喜欢算计，哪怕是自己的丈夫也是如此，让人防不胜防。给这类女人在一起生活的话，简直无法想象。3. 双颧高凸露骨。麻衣神相中有言，女人颧骨高，杀夫不用刀。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、毅力和态度。颧骨高耸露骨的女人，大多个性都非常的孤傲和偏执，内心自私又刻薄，性情霸道而独断，不喜欢别人忤逆他们，而且刚愎自用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在家中唯我独尊，凡事都要听他们的，在工作中也只顾及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经常做出一些忘恩负义的事情，容易在家中形成对丈夫的压制，对丈夫的健康和事业都是不利的。4. 鼻梁起结。面相学中有着男人鼻子看事业，女人鼻子看夫运的说法。鼻子在相学中也是女人的夫宫，不仅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，还能看出他们的夫运。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尖削露骨，或者鼻梁骨突出起结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比较的自私刻薄，眼中只有自己，而且性情多变，让人很难琢磨，有点反复无常，做起事来也是任性而为，不喜欢受人约束，容易与人起冲突，夫运浅薄，没有什么福气。5. 断掌。古语常讲，女人断掌过房养，意思是说，如果家中有断掌的女子的话，一般都是从小过继给别人家代养，或者是跟随自己的祖父母生长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相学中这种女人大多属于命硬之人，对身边亲人有着很大的克性。这类女人一般自私心特别重，而且喜欢贪便宜，而且主观性特别强，不容易听进去别人的意见，遇事也不喜欢妥协退让，在婚姻中经常容易与丈夫发生碰撞，使得婚姻非常的不稳定。三种好女人面相：财运好，收获多，一生旺财又旺家。一、山根饱满平滑。山根位于印堂下方两眼之间，属于鼻梁的根部，在相学中也称为夫妻座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、健康和事业财运。如果女人的山根部位长得高耸而饱满且平滑干净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脾气很好，而且个性独立，很有主见，心胸开阔，不喜欢斤斤计较，善于处理身边的各种人际关系，自立又自强，人缘很好，与丈夫关系和谐，不仅自身事业发展较好，还能给对方带来好运和帮助，一生旺财又旺家，娶到他们乃是人生一大幸事。二、眉毛细长顺滑。眉毛在相学中最能反映出一个人喜怒哀乐的情绪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秉性和精气神。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柔顺细长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情温和，心地善良，不仅头脑聪慧，而且眼光独到，凡事以大局为重，做事懂得把握尺度，凡事与人为善，懂得为他人着想，贵人运十分出色，事业发展比较顺利，而且还能帮助丈夫排忧解难，一生财运出色，收获满满。三、耳珠圆润丰满。耳朵在相学中称为财天官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和财运。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厚实圆大且耳珠圆润丰满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很有智慧，而且性格温和贤惠大方，懂得体贴和关心他人，做起事来很有规划和想法，能够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能教育好孩子，在事业方面也能够为丈夫出谋划策，提供很大的帮助和支持，给夫家带来好运气，家庭收入也会慢慢增多，娶到这样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面有穷相，一生难富。关于面相，有句俗语是这样的：宁生穷命，不生穷相。古人认为穷命是可以改变的，比如一个人如果出身不好，可以通过后期的努力而改变，但穷相很难改变。古人根据经验之谈认为，具有以下几种特质的人往往具有穷相，多半命不太好。那么究竟是什么样子是穷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山根低陷。山根指的是鼻梁的起点，也就是位于在两眼中间的位置。在相学上，山根是极恶宫所在的位置，又被称为健康宫，所以山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。宽厚饱满的山根最好。在面相学上，山根决定一个人中年时期的运势。山根是中年的起点，若山根处有横纹或者是低陷，往往运势都不佳。山根低陷的人往往顾虑比较多，遇事容易思前想后，犹豫不决，往往做不成大事，反而很容易使身体受到伤害。二、额纹很重。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有很深的抬头纹，这种人往往生活过得不是很顺利，或者家境不太好，经常操心，从小就背负着生活的重担，属于早年劳碌类型，而且身边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自己，凡事需要亲力亲为，因为从小就养成操劳的习惯，所以这类人多半是一生劳碌的命。从感情上讲，额纹很重的人异性缘比较的弱，缺乏自信，多半是晚婚，自己有一定能力了才会遇到合适的另一半。事业方面也比较平淡，都是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，没有大财运。三、小嘴薄唇。有老人言薄唇薄命，嘴唇很薄的人性格比较刻薄冷淡，往往是嘴上不留情。观察生活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那些善良热情的人貌似多半厚唇的比较多，而印象中那些尖酸刻薄的人似乎往往都是嘴唇比较薄的。当然这个并不是绝对的，从面相中说，嘴唇薄的人讲话刻薄，顾人怨，不会替人着想，容易有口舌之祸，招惹是非，经常会因为口舌之快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四、嘴角下垂的人。
在相学中，嘴巴代表家庭和幸福感。如果一个人嘴角经常微微上扬，代表这个人很容易满足。所谓知足者常乐，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往往会影响整个家庭。这种嘴型被称为是幸福的嘴型，而命苦的人嘴往往是向下撇着的，总是给人一种郁郁寡欢，时时刻刻都不开心的感觉。这种人属于抱怨型的类人，他们非常的贪婪不知足，总觉得天下人都欠他们似的。跟这种人在一起会非常的累，所以他们的朋友很少，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来往，是孤注孤生的类型。这类人如果不及时改变心态，很容易走向极端，难以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一辈子都在抱怨老天对他的不公。5. 眼神有理，这样面相的人是很虚伪的，他们对自己也没有太多的信心。与这些人相处一定要多注意，因为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总是不真诚，是非常不靠谱，喜欢说不切合实际的事情。这样的性格导致他们一生的运势都不好，只能过上贫困的生活。6. 颧骨尖耸无肉，颧骨尖耸无肉的人是会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，不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会放手的，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要让自己做到，心是非常的狠的，也因为这样而导致了自己不能成大事的，一生都没有什么前途，过着很贫困的生活。7. 地格肩薄，下巴是肩薄的，说明这个人的运势是很不好的，一生都只能过着贫困的生活。下巴肩薄，储财能力是很差的，他们努力了一辈子都不会有很多的积蓄，所以这样的人命是很苦的。通常人老去之后，财运都是会下滑的。但是在地格肩薄的人这一方面来看，其到了晚年之后，财运不仅仅是下滑这么简单，因为这样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财运的。所以地格肩薄的人最好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尽量的多存一点点钱备用。8. 鼻斜鼻孔漏，鼻子在相学中为财帛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人品和财运状况。鼻孔就相当于财库的大门，看一个人的守财能力。如果一个人鼻梁歪斜或者鼻孔外露明显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术不正，歪点子比较多，但用不到正途上，花起钱来也是大手大脚，没有节制，消费缺乏规划，因此破财比较多，攒不住钱，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。而且判断力不强，容易因投资失利而损耗钱财，很难发家。9. 鼻子尖小窄薄无肉，鼻子尖小露骨的面相，财运会时好时坏，漂浮不定，并且一生多贫困，因其性格过于尖酸刻薄，以刻薄的心看待世界，世界会视线以贫瘠。鼻子切不可窄小或者肉薄，这样的人容易在财运上有阻碍，有反复的现象。而如果女性的鼻子是这样的话，有可能会出现找不到好老公的现象，最后通过相体成家，不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。而男人的鼻子尖小，命中无财，存不住钱。10. 眉毛杂乱，侵入印堂，印堂在相学中也称为事业宫，主事业运势，眉毛称为兄弟宫，代表着人际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眉毛杂乱，侵入印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脾气比较的急躁，做事容易冲动，与周围的朋友、同事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不太好，遇到困难时也得不到助力。印堂部位被遮挡，且心胸比较的狭隘，缺少包容和感恩之心，做事没有耐心，而且嫉妒心非常的强，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也没有志向和上进心，一生难有作为。11. 牙齿稀疏发黄，牙齿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和健康，头发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和态度。牙齿为神的花朵，头发代表着血气的盈亏。如果一个人牙齿稀疏且头发暗黄干枯的话，代表着血气不足。这种人一般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，而且性格脾气也比较的急躁，还喜欢在背后说三道四，惹人讨厌，做事急切没有条理，工作上时常会遇到困阻，财运上容易遭遇损耗。12. 眼睛突出，在面相学之中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心的情况。如果一个女人眼睛突出的话，说明她的脾气非常的暴躁，动不动就爱发脾气，根本就不顾虑其他人的感受，凡事都是以自己为主，人缘关系非常的差，
和他们待在一起经常会遭殃，倒霉事情不断，婚姻容易出现变故，要更加注意了。13. 嘴巴裂开，有的人即使张不开嘴，也会让人感觉是嘴巴是裂开的，这样面相的男人无疑也是一眼让人就能看出贫穷的。因为在风水上来看，这样的面相会导致一个人变得没有财气，整体运势特别的差，还很容易漏财，酒肉朋友多，所以这种男人基本上都是很穷的。14. 人中弯曲，如果一个人人中弯曲的话，无疑是运势很差的，其中原因就是弯曲的人中一般都会使这个人财气变得很差，并且还心术不正，非常的好色。这样的男人想要有好的发展，无疑也是很难的，因为穷字已经写在这个人脸上了。15. 连心眉，如果一个人的眉毛是连在一起的，把印堂都遮盖住了，这样人的面相是很不好的，他们的性格也不好。从面相角度进行分析，一个连心眉的人是心胸狭窄的，他们做事方面的态度也不好，很容易就会起嫉妒心，别人比他们厉害，他们肯定也会感到不开心，心中是不能容下别人和其他事情的，特别自私的一个人，做事情之后考虑到自己的感受，别人做了一些让他们不开心的事情，他们肯定会报复对方，报复心真的很强，他们很容易就会与罪犯连在一起。拥有这样面相的人真的不能深交。如果一个人是拥有连心眉的，加上他们的鼻梁是低而且不直的，那这样的人身边是没有贵人的，缺少贵人的帮助，想要创业都不容易成功。加上鼻梁太薄，而且一点肉都没有，那就更加的不好了，说明这样的人财运是很不好的，他们做生意方面不容易成功，很容易就会欠下债务的，整天都需要为了钱而烦恼，是个很穷的人。有了上述面相的人都属于穷相，如果你不幸中招了，那么小酱汁建议你平时不要与人发生争吵，对待周围的人要和善，这样才能使自己招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